蓝曦臣忙找了一管最好的白玉笛子给他，蓝忘机却愤怒地扔开，道：“不是这个。”不顾蓝曦臣劝说，又开始拼命地找，但他怎么也找不到。忽然，他看见了从岐山温室收缴来的那些被封起来的铁烙。住手！你这是干什么？蓝启仁一直在门边看着，直到这一幕，他终于站不住了，猛地冲了进来。给我放下！但为时已晚，温室烙铁狠狠地压在了蓝忘机的胸口，布料和血肉被烧焦的声音几乎是被生生碾磨出来的。蓝忘机脸色苍白，露出痛色。哐！烙铁掉了下来，蓝忘机的胸前印着一个血肉模糊的太阳家徽。蓝启仁和蓝曦臣痛心疾首。兄长，魏婴不在了。蓝忘机的声音已经哽咽了。没有了，什么也没有了。蓝忘机在哭，眼泪穿过骨肉沁进他的身体里，冷得他发颤。蓝忘机扯着自己心口的衣袍，用力到指尖发白，血汩汩涌出，很快就染红了他的手掌。魏婴死了。血或者泪水从指缝中滑落，蓝忘机的睫毛颤抖着，有痛失所爱的悲伤，也有怅然若失的茫然。魏婴死了。韦婴下压，微带哭腔：“叔父，忘机，是不是做错了？”蓝忘机呆呆地看着地面，目光涣散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我翻遍了整座山，找了很多次，找了很久，我想找到他，他没有出现。我喊他，他也不应声，他不愿意见我，他在生气。是不是以后我不再管他喝酒，不再骂他，不再对他生气，他就会原谅我了，他就会出现？”蓝曦臣和蓝启仁一时怔住了，他们第一次见蓝忘机如此失态。纵使小时候孩童心性还未褪去的蓝忘机，也没有如此在人面前大哭过。他还没有找到，没有为魏无羡找到那条既可以保护想要保护的人，又可以不用修轨道的阳关路。而魏无羡自己却早已抱着一颗赴死的心，在他不知道的某个时刻走到了路的尽头，没来得及告别，也没来得及在他清醒时告诉他，无论是阳关路还是独木桥，我陪你走吧。一个身死魂消，一个身伤心死，生时不能相爱，死后才能相见。那一刻，他们什么都明白了。世人对蓝忘机的评价可以归结为16个字：有匪君子，赵氏明珠，景行寒光，逢乱必出。人们常常想，这样一个完美的仁义之士应当属于天下，他是如此执着坚定，好像没人能影响他的决定。而此时，那个影响了蓝忘机一生选择的人就坐在他的对面，一反常态的沉默不语，瞳孔没有焦距，只有茫茫一片的悲伤。蓝曦臣道：“忘机他从小就不爱笑。”魏无羡缓缓地抬头，眼底是细碎的光芒。至少与你在一起，他是真的开心。这几个字像是把魏无羡密封着情绪的铁匣撬开了一般，整个心绞碎一样的疼。蓝忘机对他怎么样，他都看在心里，他一直很窃喜，至少蓝忘机是有点喜欢自己的，就算不是他期望的那种喜欢，他也满足了。可是我们的感情会成为蓝湛的负累，和他过近的关系也会对他的声誉造成伤害。总归到底，穷苦百姓尚能接受2个男人相依为命，但遵守礼教的仙门世家却不行，如此的离经叛道，不可理喻。所以他无意向蓝忘机索取感情上的回馈，早早抱有随时放手的打算。到时候他还是那个逢乱必出的寒光君，他还是那个随心所欲的魏无羡。偶尔2人见面还能一起喝酒聊天，他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但如今知道了血淋淋的真相，他才明白这份喜欢是有多隐忍，多沉重。蓝曦臣听完他心中所想，有些释然的笑了。实不相瞒，魏公子，一开始我也曾这样想过，忘机他从小就是世家公子楷模，我一直希望他能远离这世界所有歧途，所以我想他千不该万不该喜欢。蓝曦臣顿了顿，抱歉，可无论别人如何判断利弊，那都是我们附加在忘机身上的自私想法。忘机他除妖降魔，以身卫道，从来都不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赞誉和迎合别人的期待，只是因为他想这么做，只因为这是他的理想。同样，把他的理想和你做对比，也是不对的。忘机他从来没有这么想过，你在他心里一直都是不可替代、不可比较的。回去的路上，几个人都异常沉默，猎户更是将泪水默默洒了一路。大榕树下分别的时候，猎户给蓝忘机他们再三鞠躬，然后一个人默默地走远了。
那背影被夕阳拉得老长，看起来孤零零又落寞。蓝忘机看着他，心里说不出是无奈多一些，还是同情多一些。他能体会自己所爱之人生死不明究竟是怎样的痛苦。一开始会痛彻心扉，茶饭不思，无法入眠，每时每刻都像有一把刀子在剜心割肺。在接受了他真的不在了，这世上再也找不到他这个事实后，就会开始麻木，对所有人是麻木。没经历过的人可能很难理解那种感觉，在绝望中寻找寄托，被希望反复折磨。当他以为自己的心再也不会为什么而感到痛苦时，上天让他和魏无羡重逢。那一刻，他沉闷许久的心开始咚一声咚一声的跳动起来，血液也随之流向四肢百骸，将久违的热度带回他的躯壳，暖热了他的灵魂和心脏。他突然有一种自己又重新活了过来的感觉。此时早已过了饭点，村里人日落而眠，只有几家还亮着烛火。蓝忘机看着在院门等待他的魏无羡，心头一动，突然就红了眼眶。魏无羡看向他，那双眼睛专注赤沉，映着火光，也映着他的身影。两人对视相望，竟都有点一眼万年的感觉。刚刚在路上，蓝忘机心里想了好些话，可不知为什么，见到魏无羡那一刻，他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温宁眼神在二人之间来回游走，刚想说刘梅家的菜地好像没浇水，所谓远亲不如近邻，他不介意去帮个小忙，却见魏无羡直接穿过他身旁，坚定地朝蓝忘机走去，双手一伸，将对方紧紧抱在了怀里。蓝忘机愣了一秒，接着闭上眼睛，同样紧紧地回抱住了他。是你吗？那个声音，那个叫我不要怕的声音。魏无羡感受着他的体温，心疼不已。那你自己呢？这13年，你自己呢？蓝忘机并不明白他问的是什么，但却将他抱得更紧。那鼓动的、强烈的心跳声，已经是最好的回答。温宁看着他们，慢慢松了口气，扯动嘴角，像是在脸上绽开一个笑容，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小院子，留他们二人独处。两人抱了好一会儿，才慢慢分开。魏无羡抬起头，后知后觉的开始有点不好意思，想了想，他对蓝忘机道：“蓝湛，你平时都去哪里钓鱼？带我去吧。”蓝忘机点点头。家里就只有一根鱼竿，一张渔网。魏无羡不熟悉这些，拿错了饵料，蓝忘机看见了，却没提醒。俩人默契的都没说话，沉默着从小路朝湖边走去。蓝忘机平时钓鱼的地方在瀑布和大湖交汇处，这里水流激荡，白浪翻飞，小鱼成群结队，几乎伸手可得。湖岸边还生长着许多芦苇，风一吹，像掀起巨兽的毛浪，野性四溢且漂亮。待蓝忘机撒好渔网，魏无羡终于开了口：“清河的事，你早就知道。”蓝忘机倒是一点也没犹豫，轻轻嗯了一声，又补充一句：“未提前告知于你，对不起。”听他对自己说对不起，魏无羡心底一阵翻涌，酸涩异常。你不必道歉，我只是有些意外。他原以为蓝忘机说的要给他自由，只是不管他做出任何选择都会给他尊重，但蓝曦臣的话彻底推翻了他的想法。虽然他的确因过去的影响没办法随心所欲地出现在别人眼前，他自己也将此视为必要的牺牲，但蓝忘机对这件事的执着反而比他更要强烈。阴虎符一事对魏婴有弊无利，必须尽一切可能削弱二者之间的联系。就算日后魏无羡重新入世，蓝忘机也不愿意让他和此事多接触。江家、温家、金家能动摇魏无羡的东西太多了，想想就不安全，所以归隐后，蓝忘机就再也没提过这件事。在清河举行封官大典的是两个家族，明面上是聂家，帮助他的还有蓝家。作为赤峰尊和敛方尊的义兄弟，蓝曦臣参与了整个过程，只是不知什么原因，早期并没有在清河看到他的身影，直到出了异动，他才慢慢从姑苏出发。无数人猜测蓝家此前究竟在忙着做什么，是什么事耽误了认真谨慎、事必躬亲的泽无君，直到有人传出消息，阴虎符已经被销毁了。至于阴虎符究竟在哪里，这世上恐怕只有金光瑶本人才知道了。可是只要他仍在，关于他的争执就不会停止，关于魏无羡的议论就不会停止，所以他要让人们以为阴虎符已经被销毁。于此法妄图重现号令鬼神已毫无可能，那些打着鬼道旗号躲在魏无羡背后的人才会真的死心。魏无羡前世每失控暴走，都是因为神识受到了他人怨气的影响，
控制尸鬼本就是消耗元神的事，对主宰者的心智要求极高。一旦主宰者心智不稳，就很容易被恶灵反噬，成为被操控者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